這趟觀察日記的起點不是在森林，而是在城市的喧囂之中。今天我們來到了基隆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這次的主角是這座宇都天空裡最溫柔的守望者，但在見到他之前，我想先帶大家去嘗一嘗屬於基隆的味道。畢竟開工前要先填飽肚子嘛。這一次我們在拍攝前鑽進了基隆的小巷弄，這是我第一次吃到，也是第一次真正認識這個叫做吉古拉的小東西。這名字聽起來很像西方的名字，但其實它是日文竹輪的發音。不過對我來說，它不只是竹輪。你看這個炭火烤出來的金黃色澤，還有那股魚漿香氣。這裡的吃法很有趣，它就像是關東煮和黑白切的綜合體。在濕冷的冬天裡，這一碗豐富的蛋白質是我們今天漫長拍攝最棒的燃料。你的都是內臟。對啊，我就愛吃內臟跟肉。剛剛那間好吃哎，都是在地阿伯。客滿，我們現在已經下午2點多了，還客滿。對啊。吃飽喝足，我們來到海洋廣場。如果要我選一個全台灣最不可思議的賞鳥點，絕對是這裡。你不需要跋山涉水，不需要穿迷彩服，只要站在這個人來人往，甚至有點嘈雜的廣場上，抬起頭就能看見它們。黑鳶。很多人叫他們老鷹，就是小時候我們玩的老鷹抓小雞的主角。但其實他們更像是天空中的清道夫。比起像魚鷹那樣衝水捕獵活跳跳的大魚，他們更喜歡撿拾水面上的死魚或是路邊的死老鼠。你看它的尾巴像魚尾一樣分叉，這是黑鳶最好認的身份證。它們在氣流裡滑行的樣子，真的就像風箏一樣輕盈。而且很有趣的是，大部分的猛禽性格孤僻，喜歡獨來獨往，但黑鳶們不一樣，它們是個性有點像小狗，愛玩愛熱鬧，還是極少數喜歡群聚，甚至願意跟人類當鄰居的猛禽哦。是一個忙碌的背影。太近了，真的太近了，爆框了，爆框了！這應該是我在現場講最多次的一句話。這次出門，我習慣性的帶了這管200-600mm 的長焦鏡頭，想說拍鳥嘛，總是焦段越遠越好。結果到了現場，我才發現這變成了一種甜蜜的負擔。在海洋廣場這裡，黑鳶離我們的距離近到讓我措手不及。而且我的鏡頭有點太焦段，有點太長了，最近的都爆框，有點困擾。你看200端的畫面一抬起來，隨便一飛就爆框了。這種滿出來的震撼，真的很難用言語形容。基隆是建立自信的好地方。大家剛開始拍鳥的時候，超推薦來這邊練手。這裡對想要入門拍鳥的朋友來說，絕對是天堂。但我強力建議，真的不用像我一樣扛着這麼大顆的鏡頭。是有拍到嗎？有啊。帶個70-200，甚至是用手機，可能都比我拍的還要更輕鬆愜意。雖然手忙腳亂，脖子也酸到不行，但我們就這樣從中午的頂光一直拍到了黃昏。因為每一次的快門都記錄下了他們在城市中颯爽的英姿，真的讓我欲罷不能啊！隨着天色漸漸變暗，這
這次我們特地選在聖誕節前夕來，就是為了這一幕。當城市的聖誕樹在黃昏中漸漸亮起，黑鳶們依然在上方盤旋着。看着觀景窗裡的畫面，我突然有一種很魔幻的感覺。這是一種多麼難得的緣分！這些野生猛禽願意如此信任這座城市，在我們伸手可及的高度和我們一起過着聖誕節。在五光十色的燈光之下，它們的身影顯得既孤傲又與我們如此的親近。這份禮物是大自然送給基隆最美的聖誕裝飾。然而，在這份帥氣之下，天空的王者其實比我們想象中還要脆弱。雖然我們在基隆看得到它們成群飛舞，但其實在台灣很多地方，黑鳶以及其他各種猛禽們因為環境用藥、非法鳥網以及各種問題，生存面臨着很大的挑戰。它們飛得很高，卻常常躲不過各式各樣隱形的威脅。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我會想跟大家特別分享台灣猛禽研究會的計劃。我們喜愛這些野孩子們，不只透過鏡頭欣賞，如果能力許可，更可以化為行動，幫助並拯救他們。今年的聖誕節，如果你也期待着這片天空未來能有更多猛禽自由飛翔，我想邀請你一起支持最後的天空霸主計劃。這一系列的衣服、帽子和旅行袋不只是好看的裝備，這些回饋品很實用，但最有意義的是，你贊助的每一分錢都會變成救傷站裡的藥品、調查員腳下的油錢，以及下一隻猛禽重返天空的機會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波霸，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嘍。我新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喲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。我們社群見。